为什么说周星驰看镜头看的是我们，而张国荣看镜头却看向了自己必死的结局？如入初见，为谁而归？2003年4月1日，张国荣从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跃，警方调查后排除了他杀，最终认定死因是抑郁症并发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：真正杀死他的从来不是什么入戏，而是一个被藏了23年，直到最近才被向太和王晶先后揭开的真相。哥哥张国荣离我而去，让我内疚了一辈子。后来我回想起来，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抑郁，可能是因为有脏东西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真正逼垮张国荣的只有2件事。这第一件就是来自全香港的眼神。很多人都以为张国荣出道即巅峰，其实错了。真正的故事要从一顶被扔回来的帽子说起。1977年，21岁的张国荣参加亚洲歌唱大赛，拿了亚军。本以为自己就要原地起飞了，结果娱乐圈上来就给了他一套组合拳，英文专辑扑街，粤语专辑扑街，还被观众吐槽鸡仔声，说他唱歌像小鸡叫。而最扎心的一次是他在台上深情的把帽子扔向观众，结果被观众直接扔了回来。就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换你崩不崩？但他没崩，你还硬熬了5年。这5年里，他卖过牛仔裤，在律师楼打过杂，组过乐队，啥都干过。直到1983年，一首《风继续吹》才终于让香港记住了张国荣这3个字。4年，一首 Monica 直接封神，全港迪斯科都在放这首歌。曾经那顶被扔回来的帽子，整整10年，他终于戴稳了。然而，本来一路高歌的他，却遇上了乐坛的巅峰争霸时代，以及粉丝对立互撕的乱象。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身心消耗，让他在1989年毅然宣布退出乐坛。离开乐坛的他，转身闯进电影圈，直接开启封神之路。《阿飞正传》里五角鸟的落寞孤傲，让他拿下金像奖影帝。《霸王别姬》中逼无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，更是直接冲上国际影坛巅峰。别人都是演而优则唱，唯独他做到了唱而优则演，演而优则成神。即可巅峰之后，世俗的偏见与恶意开始无休止向他袭来。1996年跨越9期演唱会，他站在舞台上坦然感謝唐鶴德。同埋呢，另外一位我覺得喺我生命裏邊好重要嘅一位好朋友，喺我最失意嘅時候，經濟最差嘅時候，佢可以將佢所有嘅人工幾個月嘅人工借俾我渡過難關。你知我講緊邊個？當然就係我個好朋友唐先生。緊接着，他對着紅磡體育館上萬名觀眾唱了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本意不過想是把心裡話唱給該聽的人聽。然而在那個年代的香港，這種事只要你說出來，哪怕你問心無愧，那也等於往自己身上捅刀子。更何況他還是那個被鏡頭釘死在牆上，一舉一動都能上頭條的張國榮。於是從那天起，狗仔像甩不掉的蒼蠅，常年蹲守家門口，窺探私生活，惡意編造低俗輿論抹黑他。更狠的是，他後來得了抑鬱症，想去精神科看病都不敢，因為只要被拍到進出精神科，第2天的報紙標題一定是張國榮發瘋、張國榮私藏等等。而他自尊心那麼強的一個人，怎麼可能受得了？所以你看他最後幾年的照片，眼神裡多了一樣東西，那不是悲傷，而是疲憊，更是被鏡頭追到無處可逃的那種窒息感。但是讓這些事還不足以讓他走上絕路，真正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，是王晶嘴裡的第2件事。張國榮呢，在出問題之前，內地有一位大哥很有錢了，說支持他當導演。那個大哥突然出了事，然後就不久就出現了那個事。張國榮一直有個導演夢，自2002年，內地一個富商說要籌錢拍他的處女作《偷心》，他高興得跟什麼似的，到處拉人、看景、改劇本，萬事俱備，就等開機了。結果臨門一腳，投資人被抓了，錢全被動了。這事兒要放別人身上，那就大不了再找投資唄。但張國榮不是，他心裡想的是，我找了那麼多朋友來幫忙，現在項目黃了，我怎麼跟人家交代？這想法才是最要命的。他不是缺錢，他是缺一個被信任的理由。而那個電影恰恰是他當時唯一攥在手裡的救命稻草。結果草斷了，人也跟着追了。說到這兒，可能有人會覺得他太脆弱了。可如果你知道這個看似脆弱的人曾經幫過多少人，那麼你大概會沉默很久。1992年，一個剛出獄的年輕人蹲在劇組角落搬器材，因為臉上的刺青，所有人都躲着他走。可張國榮卻指着他對導演說：這個人的眼睛裡有火，你應該給他個機會。
那个年轻人叫古天乐。多年后，古天乐成了捐建140多所希望小学的慈善超人，而张国荣送他的那句“永远给新人机会”被他刻在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第1条。还有张柏芝，2002年他在一场飞车表演中脊椎碎裂，当时第一个冲进病房的是张国荣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摘下自己戴了10几年的护身符塞进他手里。张国荣那个哥哥，他来医院探我，那个就是一直跟着哥哥的一个保他平安的。除此以外，红磡体育馆有个小保安叫许颂生，没人注意过他，但张国荣注意到了。之后，哥哥教他英文，鼓励他出去闯。很多东西都是他教我的，譬如来说，table manner，真的，对啊，有些英文的讲错，他就告诉我，你应该怎么讲，怎么样讲 ，OK， 真的很怀念他。再后来，他成了香港顶级安保公司的老板。2003年4月8日，哥哥葬礼那天，许颂生追着张国荣的灵车跑了整整2公里，被人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。当然，张国荣做的也远远不止这些。更难得的是，当整个行业都在跪舔流量，他穿着唐装站在柏林电影节的红毯上，坦然说出我来自中国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2003年4月1日，从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跃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他在遗书中只留下了一句话：我一生没做坏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句话听起来像质问，但其实是一声很累很沉的叹息。这是一个活得太认真太要完美的人，被自己的病，被外面的声音，被无数说不出的东西一点点磨到尽头之后，最后留下的一点声音。张国荣的姐姐张绿萍后来说过，她患的是临床抑郁症，属于脑内化学物质失衡导致的生理性疾病，跟一般说的心情不好有本质区别。但问题是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外界的每一次伤害都会被无限放大，那个被扔回来的帽子，那些狗仔队的镜头，那个流产的电影项目，那些无法面对的信任，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，一点点把他推向了那个窗口。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说张国荣看镜头是看向了自己必死的结局，因为每一次镜头对准他的时候，都不是在记录他，而是在消耗他。就像程蝶衣拔剑自刎前看段小楼的那一眼，不是恨，是我终于可以不用再演了的解脱。到现如今23年过去了，直到今天，每年的4月1日，文华酒店楼下还是摆满了花。有人放风继续吹，有人放当爱已成往事，但人间再无那个穿着浴袍唱当年情的少年。或许就像《霸王别姬》里那句台词，说的是一辈子，差1年、1个月、1天、1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。他这一辈子刚刚好，只是这个世界配不上他。最后我想说一句，哥哥，你在那边应该不用再躲镜头了吧？